田景山老师，归海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记得七魄之咒说，归海差不多也该完成转化了。哦，附体转化，霞兰也能被转化。你们看，归海额头上这个，我估计是灵印，一旦完全出现，转化就会完成。也就是说，那时归海就没救了。啊！归海，你撑住啊！老龙，归海，小声点，附近可能还有霸灵把守，把他们引过来就麻烦了。哎呀，可恶！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展翅，咒还对你说过些什么？全部告诉我们。没听说，不代表不可能。世人皆有欲念，你们霞兰也是人，不可能没有欲念。之所以不会被我们轻易附体，正是因为霞兰印记。霞兰印记就像一面盾牌，能够使灵察觉不到霞兰的欲念，所以要对霞兰进行附体，就要想办法让躲在盾牌之后的欲念暴露出来。的确，要放大霞兰的欲念，只靠我的灵术是不够的。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东西，就是饱尽恶念的黑暗之土。哦，咒用黑暗之土做出了极恶之杯，那个东西就是附体霞兰的关键了。极恶之杯？就是一块很大的黑杯。我见过那东西。当我靠近时，心中恶念会被放大。没错，当恶念大的让灵发现，霞兰也就会被附体了。看来附体霞兰和附体普通人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，归结起来都是关乎欲念二字。既然这样，我想解救的方式也应该差不多。田景山老师，你的意思是，归海还有救？至少是有获救的可能。啊！回神闪电能救回被附体的人，一方面是回神闪电能击碎人心中的恶念，一方面是回神闪电能照亮人心中被恶念遮挡住的美好回忆。回神闪电吗？好，我来。老龙，等等。回神闪电动静太大，现在的情况一旦使用，肯定会招来不少敌人，而且回神闪电到底有没有用还说不准。哎呀，田景山老师，你有话倒是直说呀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归海被附体的恶念是一个放大的状态，要解除这个恶念，必须找到这个恶念被放大之前是什么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，解救归海。这是展翅，这个东西你熟悉吧？这是退灵的铜镜，能看到霞兰的回忆。没错，而且是全部的回忆，不管是被忘记的，还是被掩埋的，都能看到。但现在我们没时间一点一点去看归海的回忆了。老龙，你是归海的老师，你应该最熟悉归海了。他有没有很在乎的人，很在意的事情，或者什么不好的习惯？归海，他早睡早起，作息严谨，勤于练功，学习刻苦，从不迟到，乐于助人。饶龙老师，你说的都是好习惯呢。哎，我知道，我这是在逐一排除归海的好习惯。我想排除完他全部的好习惯，剩下的就应该是他不好的习惯了。只怕等你排除完，归海都完成转化了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
要找归海不好的习惯，就像要找游不动的好习惯一样难啊！你瞧，游不动，他贪吃贪睡贪玩耍。打住！那想一想，归海有什么特别在意的事情？种茶、泡茶、喝茶。这好像也找不到什么问题呀。归海在乎的人呢？这个嘛，我想我应该算一个吧。啊？听好了，我乃9公岭诸天殿镇殿使扰龙师爷，他们都是我的学生。孩子们，报上名字。游不动。我叫碧婷。无聊。他叫归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人。归海的妈妈。归海很尊重他妈妈，也很爱他妈妈。归海的那些好习惯，其实都是他妈妈培养出来的，当然也受到了我一些影响吧。归海的妈妈以前也是一个侠岚，但由于在战斗中双眼受伤失明，后来就留在9公岭，照料9公岭的茶园了。我知道她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侠岚，印象中她比你大个几岁吧？哎，真是遗憾呐。是啊，很多人都这么觉得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归海对他妈妈双目失明好像有些看法了。看法？我多年退役的经验告诉我，归海的心结很有可能就是这个。天庭沙老师，我们这么做不会抹去归海的回忆吧？放心吧，我们只是观看回忆，不会抹去的。相反，我们甚至可能需要唤醒归海的某些回忆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归海，怎么来了又要走啊？找妈妈有事儿吗？来，归海，忘记和妈妈的约定了吗？看到这个动作，不管遇到什么烦心事儿，都要开开心心的。我没忘记。妈妈，我都长大了，以后就别做这个动作了。害羞了？来，给妈妈说说吧，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吗？没有。真没有？今天，霞兰旭的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。哦，是什么样的任务？了解自己爸爸妈妈作为霞兰的事迹，并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学习。很不错的任务。但归海为什么要不高兴呢？因为霞兰旭的同学们笑话妈妈，说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，怎么会有光辉事迹？我一生气就和他们打架了。没有，你不让我打架。再说，他们也打不过我。我只是用你教我的元气吓唬他们。妈妈，你不要生气。傻孩子，妈妈生什么气啊？不会责怪归海，也不会责怪归海的同学。为什么？那只是他们不懂事而已。等他们懂事了，妈妈相信，
他们就不会再笑话妈妈了。妈妈，他们还说你是因为救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小孩，眼睛受伤，所以才看不见的，是这样的吗？差不多是那样的吧。可是我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要救一个不认识的小孩呢？这就是霞岚的使命，救人于危难之中，能明白吗？哦，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，孩子。归海，今天喝的普洱感觉怎么样？汤色深，口感干，纯。没错，普洱啊，就是越陈越香。今天这些普洱啊，算起来和你的年龄差不多呢。妈妈，关于茶的东西，你懂得真多。10多年了，也算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吧。是啊，第一次看妈妈采茶，我才那么高。哦，妈妈，还记得吗？我小时候有一次，霞岚序的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，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作为霞岚的事迹，并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学习。记得，当时你还和同学生气了，不是？是啊，那是因为他们说你不好。当时我第一次听说了妈妈眼睛失明的原因。我记得我问你，为什么要为一个不认识的孩子牺牲自己的双眼呢？你说，等我长大了就明白了。那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妈妈，说实在话，我更不明白了。你明明是那么优秀的霞岚，明明有机会成为太极霞岚，甚至是神坠守护者，可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孩子，就为了救他一人，你牺牲了自己，你真的没有后悔过吗？真的，妈妈一点也不后悔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妈妈没有失明，肯定能成为出色的霞岚，那样不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了吗？如果连眼前的孩子都救不了，我还敢说自己会成为更厉害的霞岚，拯救更多人吗？妈妈，我现在真的不是小孩子了。不管你长多大多高，永远都是妈妈的孩子。妈妈，我扶你回屋吧。归海，如果有一天你要面对像妈妈那样的选择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没想好吗？那等你想好了，记得告诉妈妈哦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是我会选择让自己成为更厉害的霞岚，拯救更多的人。丹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和归海的选择一样吗？我们继续吧。
那小子的力量果然还是不行。谁？贾叶大人，是我。我已经把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。我们进攻9公岭时，祝文在看着莫夷。现在，山鬼瑶已经前去接莫夷了。班郎在看守相离的神坠。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很好。天净沙和扰龙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鬼爪在加强巡查。只靠他巡查是不够的，有的时候，守株待兔是个好办法。贾叶大人的意思是，天净沙他们不会在魅谷里和我们耗着，一定会试图逃跑，所以，我们只需要守住魅谷的出入口。没错，让鬼爪他们去守住入口，而你到那个地方去。可是，他们有可能知道那个出口吗？而且，想从那个出口出去，他们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真的有必要让我去吗？赵王，你帮我攻打9公岭，抢夺神坠，也算是立下一功。如果他们没走那条路，你在那里就做一个休整，恢复一下灵力吧。如果他们走了那条路，马上放出情报。明白了，多谢贾叶大人。说起来，我还真是很喜欢那个地方的风景，在那里养伤，恢复我的灵力，真算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原来是这样。时间不多了，展翅，你还能看到归海的恶念吗？嗯。接下来看你的了。嗯。嘿！天净沙老师，展翅真的能行吗？能救回归海吗？展翅能不能唤醒归海，更多的要取决于归海自己。归海，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我是展翅。你听我说，我、天净沙老师还有扰龙老师，我们一起看到了你的一段回忆。你还记得吗？多年前，你妈妈她为了救一个小孩，被某个气魄偷袭，自己身受重伤，双目失明。本来，她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侠岚，甚至有可能成为神坠守护者。可是，双眼失明之后，他再也不能战斗，从此只能在9公岭种茶度日。
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妈妈的做法，认为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，不值得断送一个优秀侠岚的前途，甚至连你也不理解。你觉得如果妈妈没有失明，现在也许已经成为神坠守护者，能拥有更多的力量，保护更多的人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一定会保全自己，因为只有保全自己，以后才能救更多的人。这个念头从小就刻在你的心里面。之前，周说他放大了你的一个恶念，我真没想到，竟然会是你的这个念头。但恰恰就是这个念头，成为了纣加以利用的恶念。他的灵术放大了你的这个念头，把你这个念头变成了一种自私，一种无情。这就是你被附体的原因。贵海，你给我振作一点！你是一个侠岚，在我失落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我说？你是怎么鼓励我的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可恶啊，贵海！我不会让你被转化的，我不允许！你给我睁开眼睛啊，好好看看，看看你遗忘的回忆，看看那个念头是多么的可笑！我看到你妈妈救那个小孩的回忆时，一直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会有当时的回忆？田径沙老师在你的回忆深处找到了答案。那是一段被封存的回忆，自己好好看看吧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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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啊！快快！那是谁家的孩子？你们怎么不管那孩子呀？哼，那小子是孤儿，要管你自己去啊！孩子，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贵海。
归海，归海，归海。来，归海，来，别怕。孩子，别怕，这里是9宫岭，这里没有那些怪物，在这里，你很安全。快睡吧，来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别离开我，妈妈，妈妈，别离开我，妈妈，妈妈，别离开我。归海，起床了。归海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妈妈牺牲双眼救回来的孩子，就是你呀！你妈妈如果把你扔掉，她是能够爬上悬崖的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你妈妈虽然把你救回了9宫岭，但是遇袭的经历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着你。你几乎是每晚都要从噩梦中惊醒。你妈妈试了很多办法，你始终摆脱不了恐惧。最后，你妈妈才想到了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。孩子，本来我认为当时在悬崖边救了你，从今往后，你都能像同龄孩子一样，拥有快乐的童年，好好的成长，开心的生活。可是我错了，我没想到当时的事情在你心里留下了如此大的伤痕。我带你回来9宫岭已经快1年了，这1年里，每天晚上你的尖叫声都像刀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对不起，是我无能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，请原谅我。孩子，我这么做，是希望你能摆脱恐惧，能快乐的生活。原谅我封印你儿时的回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妈妈。
妈妈。展翅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是你和你妈妈的那份回忆救了你。那咱们外面见了。妈妈，我都想起来了。你为了不让我被噩梦纠缠，抹去了我小时候被灵追杀的回忆。没错，这样的确让我摆脱了恐惧。可是，这样也抹去了我对你的回忆。我忘记了，你是因为我失去了光明。别人质疑你的行为，我居然也这么想，真的是太可笑了。妈妈，我错了。妈妈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但现在的我，想要拥有完整的回忆，和你的完整回忆。归海回来了。叶恒熙老师，找我有事吗？先进来吧。灵鸦，千钧，这是扰龙老师传回来的海东青。扰龙老师，找到他了是吗？没错，他在媚谷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天净沙老师、归海和展翅。啊，这是天净沙老师用火属性元气留下的密文，必须用相生属性的元气才能让自己显形。我和破阵统领一直在讨论救援的事情，所以今天不在赤田殿，一直在这里。你是因为陈月的事情来找我的吧？啊，陈月的父亲也找过我们。陈月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我和破阵统领商量过，陈月这次要和我们一起行动，同行的还有游不动和碧婷。
可是，我知道你为陈月担心，但在条件允许下，最好能让求救者的朋友或者亲人亲自前往营救，那样能带给求救者最大的希望，让救援行动顺利完成。快去通知陈月吧，你们抓紧准备一下，我们连夜出发。破阵统领，去媚谷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的神坠，请您替我保管。好，全员到齐，出发！小龙，我让你做的土人都好了吗？大功告成。天净沙老师，这两个土人，这两个土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归海呀。好了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展翅，归海，闭气。我们走。先等一下，看看他们会不会离开。现在贾叶肯定在四处搜寻我们，为了不让灵发现，我们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去了再战斗。天净沙老师，我们该往哪儿走才能从媚谷出去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个洞穴连接着媚谷外的一个深谷，那个深谷可以通到外界。洞穴？我的地道挖不到那个地方吗？很遗憾，挖不到。那个洞穴在媚谷一侧岩壁上，很高的位置。我小时候曾经被灵
抓到媚骨。哦。那时候，灵不断地用俘虏来的霞兰做各种试验，想要找到灵力与元气共存的办法。这样，灵就不会再惧怕元气。被俘虏到媚谷的霞兰几乎无一生还，只有我侥幸地活了下来。灵把死去的霞兰拉到一个山崖上，随后通过一个巨大的洞穴，丢弃到一个深谷内。最后，我从那个深谷中逃了出去。那个深谷是我再也不愿去到的地方，但也是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。他们走了，趁现在。一口气跑这么远，还是头一次呢。哎呀，消耗太大了，得补充补充。那些霸灵一直在这里巡逻，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。空中没有灵样，好，你们等在这里。跟上！
要把这些霸凌都解决掉吗？这里霸凌很多，没办法像刚才那样一次全部解决，而且和霸凌交手会惊动林亚，我们的位置一旦暴露，麻烦就大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该你和归海发挥作用了。我和归海？我说的是留在牢狱里的你们俩。跟紧点儿。真没想到，我会再次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们真的要从这里跳下去吗？嗯，我先下去，你们紧跟着我。哎，展翅，怎么了？展翅？展翅，展翅。姐姐，姐姐。展翅，别动。展翅，冷静点儿。
展翅，这里是魅谷啊！我们现在势单力薄，归海还有伤在身，这样是无法救回你姐姐的。展翅，冷静点。姐姐肚子冷，我不能再赌博了，我要救回姐姐。放开我！展翅。给我让开！火力耀月！泽队鬼沉珠。老师，魅谷可不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姐，把他们处理掉。姐姐。
展翅，冷静下来了吗？听我说，刚才你经历的一切，都是我发动的霞兰术，火力无妄空想。这个霞兰术，能针对你此时心中的欲望，推演出一段未来的景象。那些，难道是幻想？虽然是幻象，但结果却是真实的。如果你现在去救你的姐姐，刚才你看到的一幕就会变成现实。我知道你很想救回姐姐，我也很想帮你，但不是现在。这个和神坠的问题是一个道理。如果我们现在和敌人硬拼去抢夺神坠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现在，我们必须活着从媚谷出去。展翅，如果你还执意要去救你的姐姐，作为师父，我不可能丢下你不管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。扰龙老师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是要不管不顾拼个鱼死网破，还是保存实力，从媚谷活着出去？展翅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你来做出决定吧。
我怎么不记得这里有岔路口？田径沙老师，我们该往哪儿走？展翅！展翅！哎！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贾叶大人让我镇守这里，我本以为是多此一举，没想到你们真的从这里逃了出来。贾叶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呐！想知道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多年来，霞兰和我们也算是交手无数。一般来说，那些重伤、失去反抗能力的霞兰都会被我们带回媚谷。我们会用尽一切办法，从他们身上得到9宫岭和神坠的情报，或者是找出霞兰更多的弱点。当那些霞兰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，对我们来说，就只是碍事的垃圾而已。这里就是我们处理垃圾的地方。看得出来，贾叶大人对你似乎很感兴趣。我也很想知道，你身上的灵力从何而来。所以你可以暂时放心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你还不算是垃圾。不过嘛，等我发现你全部秘密之后，你还是会回到这里来，和你的这些同伴们相聚的。把你的脚从霞兰蝶上拿开！怎么，生气了吗？
哈哈，我这就拿开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里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许！你再说霞兰是垃圾，呀！哈！这里就是灵处理霞兰的地方。老龙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展翅，然后一起逃出去。嗯。天井沙老师，老龙，他们没有发现我们。现在的状况，打草惊蛇可不好。老龙，你带归海先离开这里，我去找展翅。不，我留下，你先走。天井沙老师，你和归海一组，我和展翅一组，这样分配实力最平均。展翅就交给我吧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他，跟上你们的。万事小心，见机行事。嗯。胆小鬼，不敢和我打吗？不敢，我只不过是不想在这里打而已。小子，你居然小看身为七魄之一的我，这就是代价。你的身体再次归我了，我会用你的身体干掉你的老师，你的同伴，一个不漏。你休想！你居然能醒过来，有点意思。想不明白是吗？为什么我没有拿出极恶之杯，却可以对你附体？极恶之杯怎么会出现在我心境里面？没错，在归海心境里对你附体之后，这块极恶之杯确实已经不见了。但不见，
不等于它不存在。我有一个好习惯，凡事都喜欢留一手，所以当时我把对你附体的极恶之碑放在了你的心境里，这样一来，你心中只要稍有恨意，就能被我随时察觉，这不是方便了很多吗？告诉你吧，小子，只有破坏了附体或者阻止了转化，极恶之碑才会消失。你们能从牢狱逃出来，看来你们阻止了归海的转化。我对他附体的极恶之碑，应该已经消失了。不过你这块嘛，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可就没那么容易让你破坏了。我不会再被你控制，不会再让你伤害任何人。呀！有两下子嘛。但如果你认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对你附体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嘿嘿嘿嘿嘿。你太小看我了。怎么了？觉得不可思议吗？我的力量变强了？小子，告诉你吧，在归海心境和你战斗的时候，我无法发挥出真正实力，是因为我需要不断释放灵力，隔绝元气。不过在这里嘛，我就用不着这么做了。飞骑借煞。小子，从对你附体一开始，这个字里就充满了黑气。这些黑气就是你的恶念。一般来说，黑气充满，心境就会崩塌，但是你却不一样，你的心境没有一丝坍塌的迹象。这就是我不能转化你的原因。不过，这样也好。
不明白吗？告诉你吧，我不仅可以通过恶念附体到你的体内，我还可以吸食你的恶念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你说什么？霞兰也是人，也是血肉之躯。对你们而言，金石饮水是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而对于我们灵而言，虽然没有你们进食饮水那么频繁，但我们也需要食物，而我们的食物就是世人的恶念。我们需要恶念来生存，恶念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强，所以我们会想方设法让人们的恶念源源不断的产生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吸食他们的恶念，就像我现在吸食你的恶念一样。可恶！小子，你的恶念还真是源源不断呐！啊，谢谢你提供给我这些美味可口的恶念。作为回报，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吧。你的姐姐现在身处媚谷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不过，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姐姐会被抓到媚谷来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她的体内被封印了一个神坠。封印神坠？你胡说！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的姐姐能在媚谷活这么长时间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她对我们还有利用价值，因为我们一直无法取出她体内的神坠。不过，现在山鬼瑶已经找到了取出神坠的办法。如果计划没变，此时此刻，山鬼瑶已经取出神坠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你姐姐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因为你再也不会见到她了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山鬼瑶取出了神坠，对我们而言，你的姐姐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。说不定，她现在已经被除掉了。姐姐，我竟然错过了救回姐姐的最后一次机会。
怎么，因为没有救回自己的姐姐，感到万分悔恨是吧？很好，你的恨越深，恶念就越深，这些恶念对我来说就越是美味，源源不断的被我吸食，而我也就会变得更强了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把你的怒火全都爆发出来吧，让你的恶念充斥整个心境吧。夺走了我的姐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9宫岭，伤害我的同伴，还杀害了那么多侠岚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你们蛊惑人心，残害无辜，把人变成像你们一样的怪物。在打倒你们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倒下！呀！
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老老实实的给我回去待着吧。展翅！展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们呢？啊，你是说田径沙老师和归海吗？他们先走了，放心吧。嗯。可恶，是灵鸭！快跟我来，我们要尽快跟田径沙老师他们会合。嗯。周，挺有一套的嘛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你，天净沙老师。嗯，好，我们走。归海，有动。归海，归海！归海，真的是你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，没缺胳膊没少腿儿，完完整整的活着啊！收到我的密文了，不错，来的还算及时。天净沙老师，展翅呢？他和我们走散了，扰龙正在找他。嗯？哎，对呀对呀，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扰龙老师也不在啊。哼，我就那么容易被忽略吗？啊，游不动。哎，扰龙老师，展翅，展翅。田景沙老师，终于赶上你们了。嗯。展翅，你还好吧？嗯。哎，有什么话回9公岭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逃走。
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吧，等天亮了再赶路。天庭沙老师，如果灵的追兵赶到，大家都很疲惫了，还是休息一下吧。这也是为了保存体力，应付可能发生的战斗。今晚我来守夜。你们都休息，我来吧。纣已经追上了那些侠岚，但单靠他一己之力，恐怕……朱温、班郎，该我们出场了。好一个山峦叠起，美不胜收啊！老人家，你说美不胜收，我可是一点美都没看见呐。那是你根本就没有去看。没去看？我天天睁开眼看到的就是这座破山，闭上眼做梦还梦到这座破山。你说我没去看，老人家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那是因为你只用眼睛去看，没有用心。就算是再壮丽的山川，你自然也是看不见了。用心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用心去看，就能看到你说的美了，就会觉得这破山不那么无聊了？可以这么说。用心？到底怎么用心看啊？喂，老人家，胡说两句就走了，招呼也不打一声，这老人家还真是奇怪啊。说你美，还美不胜收。哼，我看我这辈子也不会觉得你美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展翅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是谁？展翅，你，嘿，小心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展翅，你怎么了？展翅被附体了，他不是展翅。这不是展翅的灵力，你到底是谁？他是七魄之咒。呵呵，小子，认出我来了。这里有结界，你以为自己跑得了吗？哼，这个结界和困住鬼爪的结界一样，鬼爪早就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了。破这个结界，不就是需要元气吗？等等，别追，陈月，他很可能是要故意引开我们。展翅现在有危险，我一定要去救他。张龙，你们留在这里。不，天净沙老师，让我去。哼，七魄之咒附体了归海，还把我困在了媚谷。这笔账，我要好好的跟他算一算。天净沙老师，我这3个学生就暂时交给你了。小龙老师。我很快就回来。
乖乖退后，否则他就小命不保了。动手啊！嗯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把展翅打倒，你就必须从他体内出来，这样更好。秦军，陈月，放手。呀！哈！哎！呀！谁砍？冰封！千军，不要再打了，你这样会伤到展翅的。陈月，快让开！陈月，放开陈月，否则我饶不了你！哼，现在的情况很明显，我们的战斗已经无可避免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拿他开刀，先解决掉一个。住手！奇怪，我怎么突然失去了对他的控制了？陈月，小子，别在这里碍事。刚才我怎么会突然想到陈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里又黑又冷？刚才我在和纣战斗，难道我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吗？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战斗？姐姐，一直以来，为了找回姐姐，我战斗着。可是，如果纣说的是真的，我再也无法救回姐姐，我还要战斗吗？战斗
有什么意义。为了那些失去的侠岚而战吗？为了替他们复仇而战吗？想要在我这里通过选拔，必须拥有神坠、同伴都不放弃的信念。展翅，你做得很好。我就知道，我果然是最厉害的。巨大神通皆济世，展翅，记住这句话：想保护别人，先要拥有保护别人的力量。很多人都说不应该让你参加选拔，可是我倒是觉得你很有勇气呢。你说我很有勇气？陈月，这个你能不能替我保管？等我接受完训练回来的时候，你再把它还给我。好，你要再敢乱来，我还用这个砸你。我不是为了复仇而战。我是为了他们，为了他们而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为了保护大家而战。小时候，我因为软弱无力失去了姐姐。我认为，成为侠岚会让我得到力量，得到救回姐姐、保护大家的力量。可是，当我再一次面对敌人的时候，我又一次倒下了，又一次感到无力，无能为力。这可恶的感觉再一次出现了。可是，那一次，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只要想到大家，想到和他们的约定，我就能重新找回力量。力量不断地激励着我，让我不断成长，变得坚强。我还要保护的人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同伴，我的师长。我要保护他们，我要守护和他们的约定，守护对他们的誓言。作为侠岚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保护神坠，拯救世人，打倒灵。我不能就这么倒下，在打倒敌人之前，我绝不能倒下。是。七魄之咒，你刚才告诉我，说无穷无尽的恨，源源不断的恶念。是你力量的来源，可是为了什么而战？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的力量源泉是我想要保护大家的心，而同伴、师长、亲人，大家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爱，这就是我战斗的意义。我是为了他们而战。接招吧，咒！火离耀月！
陈月，战池小心！战池！哼，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同是土属性，就凭这点东西，也想困住我？谁砍？冰风破！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吗？妄想！火力耀月！真没想到，我七魄之咒会败给你这个臭小子。不过，我不会就这么随随便便死去的。好好见识一下吧，我最后的传送阵势！什么最后的传送阵势？虚张声势吗？伊恩熙老师，我们已经把咒干掉了吧？咒的灵力反应已经消失了。啊，那就放心了。还不能掉以轻心。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简单了，不太对劲呢。说的没错。那是，大家小心！
真是没想到，你们居然干掉了纣。不过，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纣耗尽了自己全部灵力，把我们传送了过来，你们逃不掉了。啊，那是七魄里的祝文和班郎，都是不好对付的家伙呀。啊，他们那个架势是……不管他们要施展什么灵术，需要结合3个七魄的灵力发出的招式，一定非同小可。啊！战池，你们3个先走，这里交给我和扰龙老师。我估计你们也不会乖乖投降，不过那样也好，正合我意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快走啊！走啊！哼！你们谁也别想逃走。朱文、班郎，我们开始吧。走吧！好强的灵力啊！能挡下来吗？哼，开玩笑嘛，那可是3个七魄呢，很强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难道让小孩子留着？我们逃跑吗？哈哈哈哈！打吧！灭魂登云炮！这里不能使用千叶降龙，否则岩壁受不住冲击，坍塌下来就糟了。可恶！怎么，撑不住了？撑不住的是你吧？魔离耀月，天谴，铁我！谁砍？冰风破！战池、千钧、陈月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叶文熙老师，我们也要战斗。叶恒熙，我们可不能输给小孩子呀！坚持住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们认为能挡住这个灵术，天真的想法。
一切吧！陈月，抓紧呐，别放手！现在的情形，我松开手去帮易痕吸，我也会被吸走的。战池，抓紧呐！做点什么的话，吸力太强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陈月，你没事吧？想用那种东西阻拦我们，苟延残喘而已。易痕吸，你们快离开这里！你想一个人对付鬼爪他们吗？不行！相信我，易痕吸，还记得那次吗？我向山鬼瑶挑战。可恶，吸力太强，我撑不住了！小龙，认输吧。这次比试到此为止吧。哼，易痕吸，你别管，你只是见证人，我没说结束就不算结束。山鬼瑶是我们这批侠岚里最厉害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你输给他，不会有人笑话你的。哼，就是因为他最强，所以我才要挑战他。我怕的不是别人笑话，我怕的是认输后我会看不起自己的。山鬼瑶，够了，别打了。泽对，鬼城见效。可恶，身体又不受控制了！停住！给我停住！可恶！这么多石桩子，耗费的元气都可以造一面城墙了。
山鬼妖怎么那么厉害？他是怪物吗？怎么才能破他的招数啊？嗯，等等，我有主意了。没错，就像那次一样，小的不行，造大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根筷子一折断，10根筷子硬如铁。就算对手是3个七破，我至少也能撑一阵子。快，你们先逃出去，我断后，马上就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快呀！要不然一个也走不了。好，大家跟上。一狠心，接着。老师，绕龙！绕龙，你想干什么？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，绕龙！一狠心，鬼爪不干掉我们是不会罢休的。你们快去和天净沙老师会合，告诉他这边的情况，商量办法，一切还有转机。绕龙，你一个人撑不了那么久的。是啊，绕龙老师，你让我们过去，我们一起对付敌人。你们放心。这里土属性元气足够，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分心的话，那就快点走。绕龙，你别冲动，我们集合所有人的力量，也许还有希望。一狠心，你说的没错，是也许还有希望。就算我们拼尽元气，挡下了这3个七破，后面还会有别的追兵赶来，到那时。我们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，所以现在我必须留下，给你们争取逃走的时间。可是绕龙老师，展翅！霞兰之名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霞兰之名意味着守护。哼。帮我带个话，告诉归海、游不动和碧婷，他们都是我的骄傲。你们快走，相信我，我有办法拦下他们。
齐老师，我们真的要这样，留下扰龙老师一个人？事已至此，再不走，只能让扰龙所做的一切白费。我们走。跟上！我说过了，你们做什么都是苟延残喘。刚才的巨响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归海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心里突然很慌。不会扰龙老师他们有危险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说这世上为什么有碎土烂石头这样讨厌的东西，还堆成那么多山，更是无聊死板。一天天的都是敲啊砸呀，眼前不是破土就是烂石头。哎，什么时候才能不过这样的日子，才能不用砸石头啊？不过我不砸石头干嘛去啊？去听书。我最爱听书了。等等，听书又不能换口饭吃，不行不行。那说书呢？上回说到，大英雄扰龙独自面对凶恶的敌人。英雄饶命啊！你们欺压百姓，作恶多端，我岂能饶你们？看招吧！哎呀！什么时候我才有机会像书里的英雄们一样，做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情来？别白日做梦了，还是继续砸石头吧。好一个山峦叠起，美不胜收啊！老人家，你说美不胜收，我可是一点美都没看见呐。那是你根本就没有去看。
没去看。我天天睁开眼看到的就是这座破山，闭上眼做梦还梦到这座破山。你说我没去看，老人家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那是因为你只用眼睛去看，没有用心。就算是再壮丽的山川，你自然也是看不见了。用心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用心去看，就能看到你说的美了，就会觉得这破山不那么无聊了？可以这么说。年轻人，你认为这块石头是没有用处的，其实不然。它有没有用，在于你怎么看待，怎么运用它。就像你每天都在埋怨，说自己的生活就和这些山石一样平淡，想要有一番大事业。其实你想过没有，决定你生活的也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是我自己？我能决定自己的生活，我也能做一番大事业。保护别人对你来说算大事吗？保护人？保护谁？保护几个？全天下黎民百姓。哦，愿意吗？我能行吗？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年轻人，摊开你的左手，看看手心之中吧。想知道那个印记意味着什么吗？跟我来吧。破阵统领，我元气的五行属性是土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不起，统领，我只是我这就修好这面墙。我最讨厌的就是碎土烂石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元气属性会是土？这真是一个笑话呀，一个糟糕的笑话，最糟糕的。统领，今天有2个小子想上山做侠岚，其中一个体内还有灵力，我已经将他们关起来了，等你发落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放了他们吧，让他们参加侠岚选拔。什么？随我走走。走走。老龙，你现在已经是太极侠岚了，还那么讨厌碎土烂石头吗？统领，又是这个问题。从进9公岭到现在，你就总是问我。那你的答案呢？这个嘛，这和新上山那俩小子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开山是为了让天堑变通途，碎石集中在一起就能成山，在山上种树就能长出树木，
造福后代。还记得吧？一块石头有没有用，在于你怎么看待，怎么运用它。其实，一切事物有没有用，是好还是坏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而说到人，就要再加上适当的引导和他自己的选择了。哦，曾经的你每天都在埋怨，说自己的生活就和这些山石一样平淡，想要有一番大事业。当时我告诉过你，决定你生活的也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从前我期待着你的成长，现在我也期待着他们的成长。你是不是也该对他们抱有一份期待呢？统领，你找我？饶龙，我要和易恒熙说些事情，你先去放了那2个孩子，带他们去宿舍吧。哦。今天来了2个男孩，有意思，还没断气呀？好吧，再送你一程。受死吧，霞兰！帝坤，崩云炮！哼！哼！带你们出来是执行任务的，不是玩的，集中注意力。哦，冉龙老师，教我那个神炮吧。帝坤崩云炮。就是那个，帝坤崩云炮，真是太帅了，太厉害了。哼，帅吗？我可真不喜欢自己的霞兰术。啊？为什么？哼，其实我连自己的土属性元气也不喜欢。啊，不喜欢还能练出这么厉害的霞兰术？冉龙老师，你快教教我吧，我很喜欢我的土属性，练出来一定更厉害。想学霞兰术，先要明白霞兰之名意味着什么。霞兰之名？这和霞兰术有什么关系？霞兰之名意味着守护。守护？没错，为了守护，你就需要力量。霞兰的力量就是元气，霞兰最厉害的攻击就是霞兰术。为了守护，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只要能帮你一起守护，那么自己喜不喜欢就不重要了。冉龙老师，那我们要守护什么呢？好问题。作为霞兰，要守护什么呢？归海，你知道吗？神坠、同伴、世人、天下。标准答案嘛。不过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有牺牲自我的觉悟，必要时，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啊！牺牲生命？我还没想好。慢慢来，觉悟要那么简单，还能叫觉悟吗？冉龙老师，你都是太极霞兰了，你早就有觉悟了吧？哼，觉悟要那么简单，还能叫觉悟吗？觉悟嘛，居然还能站起来，好得很。无所谓了，看招吧！
点有觉悟的事情来，我可就对不起很多人了。碎土烂石头，你们也算是纠缠我一生了。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，那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好笑啊！比起书里那些英雄，我可真是差了很多呀。但至少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在我的笑话收场前，我还能做点什么？不惜一切保护大家。不错，有觉悟。碎土烂石头吗？好像变得顺眼多了。碎土烂石头吗？好像变得顺眼多了。那是扰龙老师的元气。我从来没见过扰龙老师爆发这么强的元气。扰龙老师，难道说不会的，不会是那样的？啊？不会是那样？那样是哪样啊？归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归海，你的意思是，扰龙老师他可能会耗尽元气，然后……不会的，不会是那样的，是我想多了。扰龙老师，想成英雄吗？很好，那就成全你。我一辈子最渴望的就是成为英雄，没想到，第一个称我为英雄的，竟是眼前的敌人。也罢，也罢，鬼爪，我真应该对你道声多谢。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会让我失望？哼，这么说，你认为能阻拦我们，就凭你那些没用的石墙吗？笑话，笑话！在我看来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不要命的莽汉。等干掉你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你的同伴，你的学生。你们没机会了，我不会让你们从这里通过的，永远不会。帝坤，聚土成山。什么？苟延残喘。
船。不可能，不会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老师，饶龙老师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啊？碧婷，碧婷，归海，他说的不是真的吧？饶龙老师不会真的，不，一定不会的。我相信饶龙老师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碧婷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对吗？碧婷，对吗？谢老师，你们都错了，你们都错了。饶龙老师不会有事的，不会的。饶龙老师，易恒熙老师。展翅，千钧，陈玉。饶龙老师呢？饶龙老师呢？啊！那座山。那座山，就是饶龙老师。
扰龙老师爆发了全部元气，发动了强有力的一个霞兰术，地坤聚土成山，把身边的沙石汇聚到自己身边，形成了一座大山，就如同屏障一样，阻拦了灵的追兵。扰龙老师为了保护我们，牺牲了自己。霞兰和灵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。刚才说到了扰龙老师的霞兰术，地坤聚土成山。而这次的霞兰特别篇，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霞兰术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这是元气，而元气驾驭术就是把元气吸进体内，聚集起来，最后迸发出去，这样就能发出霞兰术了。元气有5种属性，分别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每种元气属性对应了一种霞兰术。没错，这也就是说，霞兰术分为金属性霞兰术、木属性霞兰术、水属性霞兰术、火属性霞兰术，还有土属性霞兰术。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这么多霞兰术，名字还那么复杂，真是让人记都记不过来呀。没错，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来了，那就是霞兰术的名称解析。首先，大家需要知道的是，每个霞兰术的名字都是由2部分组成。以我的霞兰术为例，等等，我得找一个示范对象。喂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大家看好了，火离耀月！谢谢。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听出来了，没错，第一个部分是火离，第二个部分是耀月。火离可以理解为前缀名，火自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代表了火。那么离字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要弄明白这个，那就要先说说五行八卦。五行八卦分为阴阳五行和八卦理论。阴阳五行其实同今天的数理化一样，是人们从事各种研究的工具与方法，而八卦是阴阳五行的延续。八卦也就是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这8个卦象，是中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。八卦中每一卦代表一定的事物，坤代表地，震代表雷，离代表火，兑代表泽，乾代表天，巽代表风，坎代表水，艮代表山。而每一个卦象都有其对应的五行属性。艮卦和坤卦为土属性，震卦和巽卦为木属性，离卦为火属性，兑卦和乾卦为金属性，坎卦为水属性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差不多应该明白了吧？没错，离就是火属性所对应的卦象。用我的霞兰术举例，其实就是融合了8卦卦象的名称离，以及离卦所代表的事物火，形成火离这个前缀名，代表了我的元气属性火属性。接下来再让我们一起看看水属性霞兰术的前缀名，那就是水坎冰风破。听出来了吗？没错，水坎就是水属性霞兰术的前缀名。水坎的命名规则其实和火离是一样的，融合了五行和8卦的对应关系。来，大家一起再听一次。水坎，严冰斩。
接下来该说金属性了，还记得吗？都有哪些金属性霞岚树在剧中出现过？天前蝶舞。泽队，苍岭。陈月的天前蝶舞真是数如其人呐，美丽多姿，璀璨夺目，必停的嘛，很厉害啊，不，也非常非常厉害。总之呢，天前和泽对，这就是金属性霞岚树出现过的前缀名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补充一点。大家都知道，学习霞岚树要靠悟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悟霞岚树也是受霞岚自身性格影响的哦。不同的霞岚悟同一种属性的霞岚树，最后悟出来的霞岚树很少有一样的。比如九方，相信大家还都记得他那火爆的脾气，还有那仗势不饶人的作风吧。他的霞岚树就好像他本人一样，十分火爆，咄咄逼人。第一重，天明。第二重，地鹤。第三重，神器。而同样是泽对做前缀的金属性霞岚树，山鬼瑶那个家伙的霞岚树，则是给人以阴冷致命的感觉。泽对鬼神珠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说说土属性的前缀名，那就是地坤了。说到地坤崩云炮，其实游不动是得到了扰龙老师的真传，悟出了地坤崩云炮。从霞岚树一模一样这点来看，他们可算得上是9宫岭比较稀有的一对师徒了。至于为什么会一样嘛，我想游不动的身上和扰龙老师一定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吧。那么再来看看下面出场的地莲，地莲的霞岚树和他的性格可就更像了。地莲为人稳重，所以他的霞岚树也就比较侧重于防守，需要攻击时也是以静制动。现在该说说木属性的霞岚树了。一痕谢老师就是木属性霞岚树的高手，他每次发招说出的前缀名是，没错，风迅。风迅，千叶降龙。说到木属性霞岚树，相信大家还记得毒龙吧？毒龙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，总想着打倒对手，证明自己。他的霞岚树也像他的性格一样，充满攻击性。5种属性的霞岚树我们都举过例子了，大家明白霞岚树名称的规律了吗？对了，还有一点，大家都知道，当我们悟出霞岚树的时候，名字也就在心中产生了。发动霞岚树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喊出招数名字，但不要误解，不是说必须喊出招数名我们才能发动霞岚树。有的时候招数名也可以简化，比如一痕希老师的玄惑归心就是他习惯的叫法，其实全称应该是风迅玄惑归心。还有山鬼瑶那家伙的绝气逆空应该是天前绝气逆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
这次的霞岚特别篇就到这里，接下来的故事会更加精彩激烈。为了应付更加激烈的战斗，为了不再有同伴牺牲，我也要去继续努力，领悟新的霞岚术了。下次见。这个太简单了，换个问题。我成为霞岚以前是干什么的？石匠。我最讨厌什么？土。我为什么讨厌土？你做石匠那会儿，天天和土石打交道，觉得非常乏味，所以最讨厌土。后来做了霞岚，你发现自己的元气属性居然也是土，气得你当场就掀翻了一面墙。哎，我说你到底松不松手啊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天净沙老师，真是你啊！也就只有你和破阵统领知道我那么多事情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到媚谷来了？老楼，干得好！多亏你及时造出这个地洞来，你这霞岚术还是很不错的嘛。雕虫小技而已。不管是不是雕虫小技，这地洞救了我们。土这种东西嘛，还是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哎，打住！我讨厌土，不会因为这个就改变的。叶恒熙，你们快离开这里！你想一个人对付鬼爪他们吗？不行！相信我，叶恒熙，还记得那次吗？我向山鬼瑶挑战。没错，就像那次一样，小的不行，造大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根筷子一折断，10根筷子硬如铁。就算对手是3个七魄，我至少也能撑一阵子。快！你们先逃出去，我断后，马上就来。大家跟上！叶恒熙，接着！老师。有龙！叶恒熙，你说的没错，是也许还有希望。就算我们拼尽元气，挡下了这3个七魄，后面还会有别的追兵赶来。到那时，我们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所以现在，我必须留下，给你们争取逃走的时间。可是，让龙老师……展翅！霞岚之名，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霞岚之名，意味着守护。哼，帮我带个话，告诉归海、游不动和碧婷，他们都是我的骄傲。你们快走！相信我，我有办法拦下他们。
老爸，这是什么？游刃大叔。这是我给游不动他们准备的礼物，等神坠试炼之后，我就送给他们。虽说这礼物吧，本该在他们第一次任务前就给的，可那会儿我实在是没做好，就拖到了现在。不过总算是完成了。哎，说实话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吧？啊？太好了，这可是费了我很大功夫呢。诸天殿的规矩，送礼物的时候要对每个学生说几句话。你知道，我最不擅长这个了，尤其还得当面说，我可真说不出口。所以，游刃，你不是金属性的霞岚吗？嘿嘿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游不动，这个礼物是给你的。在我眼里，你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家伙。虽然小时候总是被别人嘲笑，被别人捉弄，但你从来没有抱怨过。我总是说你贪吃贪睡贪玩耍，但我也知道，你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一直在默默努力着，试图做出改变。这一点，我年轻的时候和你很像，但做的却远远不如你。游不动，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成功的。记住，你并不需要仰望别人。碧婷，这个礼物是给你的。3个学生之中，你是我最疼惜的。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肉麻呀。不过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你是女孩子，而是因为你是我3个学生中最严格要求自己的。对于自己的霞岚术，也是不断练习，精益求精。能有你这样的学生，作为老师，我很高兴。桂海，你非常有天赋，学什么都特别快。这点上，就连我也很羡慕你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不过，在练习和任务的时候，我能感到你有时会犹豫不决。我知道有些问题让你很烦恼。如果你要问我该怎么办，我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但是我相信，以你的悟性，肯定能找到那个答案的。到时候，你肯定会变得更加出色的。
哎呀，哎，说的好像生离死别一样，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。嘿，还好有你帮忙，否则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我很快就回来。饶龙老师，谢谢您的礼物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成长，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再见了。给。你忘了，你离开9公里去修炼的时候，让我帮你保管的。我只是突然觉得，把这个娃娃交给你保管，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可我们明明又经历了那么多，离开9公里。跟天净沙老师修炼，回到9公里，参加神坠试炼，假夜入侵，闯入媚谷，现在连扰龙老师也……陈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归海，如果有一天你要面对像妈妈那样的选择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没想好吗？那等你想好了，记得告诉妈妈哦。哦。妈妈，
那个问题，我想好答案了。